这时，蓝忘机对他伸出手，手里夹着一小块果肉。张嘴！魏无羡拒绝。你给我吃作甚？这是我给你摘的。你猝不及防便被蓝忘机塞了一嘴。果子是真的好吃，魏无羡嚼着嚼着便满意的弯了嘴角。他向来喜甜好辣，这香甜浓郁的青岩果恰合他口味，却突然想起云深不知处吃得甚为寡淡，便问：这果子对你来说会不会太甜？蓝忘机只淡淡道：刚刚好。魏无羡笑得更畅快了，望见面前的蓝忘机正低着头静静吃着果子，面容虽和平日一样清冷，眉宇间却格外温和，一不小心就忘得出神。不知怎地，他的思绪飘得很远，一直飘到莲花坞的祠堂里。一身紫衣的江燕在一旁擦拭牌位，而自己如3岁的孩童一般，在师姐恬静而宠溺的目光下舒服地打了个滚。他记得自己说：我不会喜欢任何人的，至少不要太喜欢一个人，这不是自己往自己脖子上套梨栓浆吗？然后厚着脸皮说自己够不着灶台，闹着要喝师姐炖的莲藕排骨汤，捧着一碗满是排骨的汤喝得正香，却见师姐在自己身边坐下，拖着下巴柔声道：3岁的羡羡真傻，若真是喜欢一个人，就算是为了他套梨栓浆，心里也欢喜得很呢。他不怀好意地凑过去：师姐，你这是要为谁套梨栓浆了吗？谁啊？该不会是某个姓金的吧？眼见师姐羞红了半张脸，伸手就要打他，他连忙护好手里的排骨汤，跟师姐赔礼认错，把那句似懂非懂的话全然抛到脑后。如今一切已成格式，他自己、他师姐还有那个姓金的都已与世无存。可此刻的他，为了给蓝忘机摘的一颗青岩树果子，被那藤蔓绑得生疼，束手束脚的，很是难受，却能为那人一个点头，一个好吃而畅快大笑，觉得只要那人能好，一切难受都不值一提。他甚至觉得不如就这样绑着，绑得再牢些，不如让那缰绳永远不必断掉。他突然想起生前好多事，不知好歹的顽劣少年，视规矩如草芥，那么多自在的地方不去，却偏要去招惹那个掌罚的，被罚1次2次还不回头，硬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，还厚颜无耻的碎碎念道：你看看我妈。说到底不都是想被那人绑着。他似乎是懂了师姐的话，又似乎还是懂得晚了些。回过神来，那人正看着自己，微微蹙着眉。想什么？一时之间，魏无羡急切地想与蓝忘机分享他这最新的领悟，正如他一路上遇到个什么新奇玩意儿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，都迫不及待想指给他看。可他想说的话几次都到了嘴边，却还是3缄其口。他自己被那缰绳绑得心甘情愿，可他不能也不舍得如此去绑蓝忘机，终究还是晚了些。于是他摇了摇头，打量着蓝忘机手里的果子，装模作样道：说来也怪，之前不吃也没觉得有什么，现在吃了一嘴倒还馋了。蓝忘机闻言，又取下一块果肉送到他嘴前，他乖乖张嘴。那果子虽甜，可蓝忘机指尖若有若无的檀香味却仿佛更甜，直直甜进他心里。魏无羡本不该吃果子，这是他费了那么大劲儿才为蓝忘机摘来的，是给蓝忘机滋补元神的，可他却眷恋蓝忘机指尖那檀香味。见蓝忘机一口接一口喂自己，他也就顺从心意，吃得心安理得了。某一刻他还伸出舌头，有意掸了掸蓝忘机白皙的手指，只见那手指微微一动。魏无羡连忙装无辜：哎呀，对不起啊，一不小心就碰到了。蓝忘机未作表示，继续喂他吃果子。魏无羡像是偷偷干成了件坏事，心里美滋滋的，一不留神，这一整个青岩果就被他魏无羡吃去了一大半，而蓝忘机最多吃了几口。不过这果子的确如传说中的神效，蓝忘机的脸色眼见已经好了许多，嘴唇也不再发乌，恢复了鬼魂惯有的苍白。时辰一到，魏无羡身上的藤蔓便松软滑落，他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，示意蓝忘机启程，却意外听见蓝忘机道：再坐会儿吧。魏无羡诧然，一路上蓝忘机就算是累得腿都抬不动，也从未要求过停下，现在竟然主动提出要再坐会儿。魏无羡在蓝忘机身边坐下，细细端详他的脸，
担心他是不是还没休息够，甚至都愧疚自己不该跟蓝忘机抢果子吃。可蓝忘机脸色尚好，看不出什么异样。魏无羡凑近问：“你没事吧？哪里不舒服了吗？”蓝忘机看着远方，无事。接着又转过头看向魏无羡，只是想再看看花。二人便都坐着不走了，靠在那树干上。许久没人说话，就连那一向爱闹的魏无羡都出奇的安静。说来稀奇，他总觉得一见蓝忘机就有说不完的话，这一路上也没少了他的叽叽喳喳。可现在许是闹腾累了，又许是别的什么缘故，他突然想就这么静静坐在蓝忘机身边，什么都不必说，若是无聊了，就侧过头看看身边人那脸，似乎如此就已经很好了。魏无羡等了3天，镜子上还是空空如也。做好的镜子已映照过蓝忘机的魂魄，还在魏无羡那口怨气深重的铁锅里放了好几日。按理说便应显出比实蓝忘机肉身所在，可这镜子却迟迟不显像。魏无羡知道这显像延迟个几天也是常有的事，可他却没法耐着性子，就这么虚无缥缈地等着。魏无羡啃着指甲，和那镜上镶的山魈眼珠大眼瞪小眼。看来还是不够邪，得找点更邪的东西。魏无羡听见蓝忘机开口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说出声了，连忙打马虎眼：“没事，我瞎说呢。”蓝忘机不说话。魏无羡琢磨良久，终于一咬牙：“走，我们去个地方。”靠近那地时，蓝忘机忽然止住了脚步。蓝忘机之前从未质疑过他们的去向，这时却不解地望着他，眼前正是夷陵乱葬岗。魏无羡想起被扔进乱葬岗那3月，造鬼笛陈情时也曾一度邪气不够，老是吹不出效果。他见乱葬岗里四处是死人衣服，沾满了血，灵机一动，拿着怨气十足的布料做出红穗，挂在笛子上，方才成就了玉尸万千的鬼笛。正好他们现在还在襄阳城附近，魏无羡想着倒不如去碰碰运气。他对着面前这黑压压的尸山深吸了口气，对蓝忘机道：“你在这等我。”正欲前行，却听见蓝忘机唤他：“魏婴。”魏无羡回过头，见蓝忘机神情比平日更凝重了，仿佛是想跟上他，又像是想制止他。魏无羡淡然一笑：“放心，我去就回。”魏无羡沿着小道上山，很快便觉扑面而来的怨气。这儿的横尸似乎比以前更多了，可是要炼制邪气，需要的是陈年的怨气，而这地上的尸体许多分明就是新添的，看上去也就1月有余。新尸7零8落叠在一起，许是一同被人抛弃于此的。至于是为何而死，魏无羡已不消多想了。明明才上山不久，魏无羡已要走不动了，步子越拖越沉重，到后来走几步就得停一会儿。他在一片密密麻麻的尸骸里翻来翻去，艰难地辨别出哪些是陈尸，终于寻到一件合适的血衣，拾起衣服便快步离开，小心地不去看地上那些尚且新鲜的尸身，生怕有那么几分熟悉的迹象让他认出是谁。可就在他总算挣扎着下了山，就快要见到蓝忘机时，却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年迈的声音：“魏公子。”魏无羡僵住了，那声音又催促道：“魏公子，是你吗？”魏无羡微微侧身，却迟迟不敢回头。“是我啊，我是四叔阿晴和阿宁的四叔啊。”亡魂的声音越发喜悦：“他们都说你已神魂俱灭，我就知道你不会的。”魏无羡加快步伐，亡魂追了上去：“魏公子，你且慢。”魏无羡遥遥瞧见蓝忘机，想着再多走几步就能到他身边，步子更快了。可没走几步，他突觉一阵撕心裂肺的痛，一个不知跌倒在地，再想爬起来，却发觉腿使不上劲，只得凭着所剩无几的气力，对那试图靠近自己的亡魂喊道：“别过来！”撑在地上的手若隐若现，眼看就要没了形。魏无羡知道这是他的元神要撑不住了。那亡魂被眼前这惨象怔住，只在远处呢喃：“魏公子，你别过来，求你了。”就在这时，魏无羡感觉身后软软的，回头一看，蓝忘机已从远处赶来，把他护在了怀里。“魏婴！”魏无羡拽着蓝忘机衣袖，艰难睁开眼，见蓝忘机神色惊恐，对他弱弱一笑：“
你别急啊，我没事的，我就是得缓一缓。蓝湛，你快带我走吧。蓝忘机道。好，便直接将魏无羡抱了起来，向前走了几步。蓝忘机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忽然滞住回头。那亡魂还立在远处，看了眼气息奄奄的魏无羡，又看向蓝忘机，两个鬼魂如此对视着，相看无言。接着那亡魂对着蓝忘机恭敬地致了个礼，蓝忘机回礼。